必跟他们说说吧。有用吗？他要知道哀家这样，不是更高兴？哎，那这么说来，周太后她是有心为难。可不是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太后，你这必须要静养，不如向皇上说明。周太后是皇上的亲娘，血浓于水。况且这大白天的，又能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，又传太医了吧？是啊，张太医已经第3个晚上被急召进宫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上茶，给哀家上好茶，哀家要庆祝庆祝。你们先进去吧。是。方上仪，太医找我有事。我这周太后每日传乐宫进殿内奏乐，我是担心乐宫局会卷入2宫太后的纷争之中，特来告知一声。此话怎讲？前太后得病需要静养，如果吵闹动怒的话，病情会恶化，轻则风邪入脑，瘫痪在床，重则……如此说来，前太后听不得激扬的乐曲，那前太后如有什么不测，我乐宫局岂不成了替罪羔羊？我正是为此担心呢，所以特来告诉方上仪，也好尽早想办法解决。啊，谢太医相告。可乐宫局又岂敢违抗周太后之命？客官，您的菜来了，请慢用。哎，客官请坐。这边请。哦。太医，你救救他吧，他病了有1个多月了，情况越来越糟。和尚公说要把他送到无痕殿。我知道太医是不该替宫女治病的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活下来，所以偷偷的把你请来。太医，你救救他吧。我尽力而为。我去倒点水。啊。来，坐起来会好一些。哎，是你。救我！哎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！他怎么了？不，没事，他昏过去了。
救人是行医者的本分。方月公，你不要挂怀。给我吧。来，客官。啊，到了。张太医，杨月公，是你告诉杨勇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不知张太医遇到什么难处，如不嫌弃，可跟杨勇说说，也好替太医分担一二。这种事分担不得。哎，杨月公，如果你想帮忙的话，那就坐下来，喝几杯酒，啊。来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张太医，这杯我敬你，希望你的忧愁之事可早日化解。来，方少爷，对不起，我能为你做的，也只能是东风报信了。希望你能化险为夷。你到底谈了什么东西啊你？魏太后，外面的曲声太大，所以给哀家闭嘴！你技不如人，还敢顶嘴？来呀，拖出去给我掌嘴！是太后恕罪，太后恕罪，拖出去！太后恕罪，太后恕罪，太后。你快谈点好听的。是。什么东西啊你呀！你给我拖出去，杖打20。是，快！太后开恩，太后开恩！拖出去！拖出去！太后开恩呐！太后拖出去！开恩！太后！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方少爷，钱太后责罚你们了。是啊。春华、红娥，快把他们扶过去，先休息。啊，是。数日下来，已有6名乐工被责打，再不想办法，整个乐工局的人无一幸免啊！也许钱太后就是想这样，到时候周太后再想听曲，就无人可以进宫奏乐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看着乐工局在2宫太后相斗下变成牺牲品吧？我去找李上公商量商量。 2宫太后以奏乐互相争斗一事，我略有耳闻。没想到越演越烈。李上公，如想不到办法阻止，我乐工局将深受其害，望李上公设法相助。这事不能直说，也不能好言相劝。
林思政，你有何良策？哎呀，此事也真是不好说呀。李尚宫向来足智多谋，都没有想到办法应付，下属愚昧，就更没有好的办法了。每天有好几个乐工受钱太后责打，再如此下去，乐工局实在是难以招架呀。这样，那就待我先面见两宫太后，听听口风，再见机行事。谢李上宫。参见太后。李上宫，你急着来见哀家，有什么事要商量吗？没什么事，只是经过这儿，特向太后请安。哦，来给哀家请安的，真是有心啦。哀家最近心情特别的舒畅，身心愉悦。自从先皇归天之后，哀家从来没这么高兴过。太后心情大好，难怪太后近日天天在听曲。是啊，李上宫，你要是有兴致，也可以在未时到哀家这儿来，与哀家同乐呀。难得太后有如此雅兴，乐此不疲。哦，对了，听宫人说，御园有一种西域进贡的蝴蝶兰，正在开花，甚为灿烂。如太后喜欢，下官可陪太后同去赏花。哦，你要本宫去游园赏花？哀家觉得还是对听曲子比较感兴趣，特别是这种激昂的曲子，锣鼓喧天的，听起来让人振奋。既然太后仍是偏爱听曲，下官就不打扰太后了。那改日再请太后赏花。好的，好的。下官告退了。好，改日再赏花啊。是太后。李上宫特来问候哀家，你真是有心了。愿太后早日康复。太医说了，只要安心静养，不久即好。只是这也不易呀。太后想静养，何不到城外行宫小住？哀家12岁入宫，这后宫既是哀家安身立命之地，要离开，就是哀家赴皇陵常伴先皇之事了。太后何出此言？太后身体必能康复。方上仪、殷思月，怎么样？李上宫可以帮忙吗？李上宫已经亲自面见两宫太后，但二人并无半点退让之意。明日未时，周太后仍要听12人合奏，前太后依召2名乐工进宫奏乐。周太后一日不停，前太后必定每日责打我乐工，真不知道怎么办才是。周太后是有心干扰前太后静养，看来她是不会停手的。方上仪、殷思月，春华倒有个办法，但不知道有没有用。现实情况怎么也得试一试，说来听听。咱们只能以暴逆暴。太后啊，待会儿下官替太后施针，会令太后听觉暂时失灵。暂时失灵，那就是听不到了。张太医，太后已不是多时，你还要让她听不到声音，这会不会不妥呀？
太后，刘嬷嬷，一会儿异祸传来激烈乐声，也许会令人心情烦躁，倒不如听不到更为舒畅。可要是恢复不过来，那哀家岂不成聋子了？啊，太后放心，下官以性命担保，拔去金针之后，会比太后之前更耳聪目明。张太医，如果稍有差池，后果如何，你该知道。下官知道，下官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下针吧。好，是。乐工弹奏多日，今日带来了新的曲目。哀家不听什么新的曲目，哀家要听这种激昂的、激动人心的曲子，这种半死不活的，哀家不要听。下官深知太后喜好，这次带来的曲目更为震撼人心。更为震撼？怎么个震撼法？下官带来了大鼓。大鼓？好，敲！张太医，谢谢您出手相救。我也是为钱太后身体着想，不必道谢。希望春华这个隐匿暴虐的方法能够见效。我想应该可以的吧。我们在这儿都听得心惊胆战，更何况周太后她身在其中呢。是啊。那个人如何了吗？回太后，很奇怪，刚才在钱太后宫外看去，钱太后竟然比往常精神了许多。竟有此事啊！太后，待会儿还要传召乐工奏乐吗？哎呦，还召乐工？宣太医还差不多，哀家这几天也被吵得头晕脑胀。再这样下去，他没事，哀家倒有事了。是太后，奇怪啊，他怎么会反倒精神了呢？春华，你做得好。春华不敢，春华只是不想姐妹受苦，才会大胆献计。春华，你的为人和才智，我和方尚仪殷思月是知道的。
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决定提升你为长乐。谢谢3位姑姑的赞赏，不过春华年资尚浅，怕没办法承担如此重任。你就别推辞了，在这批新进的乐工之中，你的表现最为突出，把你升为长乐，理所当然。是啊，春华，你就答应吧，以后好好协助我跟方尚仪合力管好乐工局。谢谢李上公、方尚仪、殷思月，希望春华不会辜负3位的寄望。春华，你答应就好。恭喜呀，方尚仪，恭喜你得以贤才，以后有少长乐这个得力助手相助。林思正，谢谢。你也听到了？我听到了，我刚进来就听到了这个好消息。春华，啊，不对，我该改口叫少长乐才是。你应该胜任有余的。谢林思正夸奖。我这哪是夸奖啊，我这是实话实说。一边要给哀家奏出激昂的曲子，一边呢又要帮着叫张太医给钱太后封住耳门。这么缺德的招，谁想出来的呀？回太后，最近邵春华被李上公和方尚仪升为长乐，不知道是不是和此事有关？这个皎洁的丫头，哀家记住她。林思正，你对哀家的忠诚，哀家会记住的。为主子办事是奴婢应该做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宫中的主子太多了，有些人呐都不知道该伺候谁了。李上公是这样的人，方尚仪也是这样的人。林思正啊，你呢，好好的做事情，哀家定会给你更好的机会。谢太后赏识。退下吧。是，太后。少淑女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去把庭院打扫一下吧。是。他好像比以前勤快多了。就是，多亏你上次教训了他一顿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一个不称心的奴婢在跟前，比什么都痛苦。说得对。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说呀。我现在啊，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。是春华，她升职了，当了乐工局的长乐。真奇怪，两个淡泊名利的人，一个当了陈妃，一个当了长乐。早说过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，这下你信了吧？幸好有你及时提醒我，不然我还蒙在鼓里，还以为他们两个是真心对我的呢。现在知道也不迟啊，以后啊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呐！啊！这玉镯是我送给你成为长乐的贺礼，你收下吧。不行不行，这么贵重的玉镯我怎么可以收啊？这是我一点心意，你就别客气了。春华，在宫中啊，娘娘早已视你如亲人，你就别再拒绝娘娘的好意了。夏荷说的对，你呀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收下吧。那好。不过若我把这个玉镯转送给他人，你可不许动怒哦。我想你一定是要把它转送给青姿。青姿她一个人在宫中孤苦无依的，如果送她一件首饰，或许她心情会好一些。现在青姿她是最需要我们关心的，可是你还没有跟她重归于好呢。我想，等过些日子，我把这个镯子送去的时候，也许就没事了。那随便你，这东西我送给你，就是你的了。
至于你想要怎么处置，就由你决定。谢谢娘娘宽宏大量。你又来了，少长月，快给本宫弹奏一曲。奴婢遵命。你怎么会走到如此矛盾的境地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害死了人，因为你害死了人家的父母，现在他们的女儿出现在你的眼前，所以你就害怕，因为你做了亏心事，所以你就矛盾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怕当年你就别做。不行。我不能这么矛盾，我更不能这么恨我自己。就算当年我不举报他父母，也一样会有别人举报他父母，他父母一样会死的，不关你的事的。你堂堂西厂的汪厂公啊！好，再说那1文钱，1文钱又怎么样？不就是1文钱换了一个馒头，又怎么样呢？而且当初那女人在监牢之内，我放过了她，我已经饶了她一命了，还想要求我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缠着我？再加上。你已经是个长工，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你千万不可以心软，你千万不可以对这个女人有怜悯之心，不可以对她有同情之心，知不知道？七巧，哎，少长月，啊，少叔你在吗？啊，在，要我替你通报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就好。那我先去御膳房了。青姿。少长爷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无人问津的以霞殿来？青姿，你别这样。我刚刚看到七巧从这儿走出去，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，才会让你对我有所误会？根本没有什么误会，我只是恨我自己太天真。上次你托我变卖的东西，因为小安怕被宫里人看到，所以我收了起来，把我的月俸转送给父母了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现在我跟我爹娘断了联系，你想怎么说都可以。你当时根本不听我的解释，可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就是不想听你解释。你走吧。青姿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不过我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。韩香托我把这个玉镯给你。你替我好好谢谢他。我虽然没有当上妃嫔，但也用不着个陈妃来赏赐我。青姿，少长月，宫中规矩严明，你还是叫我少淑女比较好。走吧，以霞殿不欢迎你。
少淑女，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，不要跟七巧走得太近，我怕终有一日，你会被他所害。是吗？我虽然不是什么聪明人，可谁对我好，谁骗了我，我还是知道的。你要说的话说完了吧？请你马上离开我这儿。少掌月，我们先走了。少掌月，杨月宫，怎么升了职，还闷闷不乐的？想起了以前与韩香在这里编曲写乐谱，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而另外的一个好朋友，不知为何又与我反目。短短的一段时日，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原来如此。人生就是这样，缘来缘去，缘起缘灭，很多事情都是找不到原因和答案的。杨月宫也好似有感而发。我父母早亡，13岁那年，我便与兄长相依为命。我大哥为了我，错过了2次考试。他一心想等到我长大了，带我一起赴京赶考。原来杨月宫本是读书人，那为何会到宫中当一个乐工呢？可能是上天捉弄吧。我跟我兄长进京不久，我兄长便遭横祸惨死。我也再无心仕途了。怪不得你那首泣别会如此悲伤，一定是为你兄长而作。万贵妃也是听到我这首曲子，才把我召进来的。杨月宫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别难过了。别人都说当局者迷，你看你会安慰我，却不懂得开解你自己。我跟我兄长的缘分，那只有那前20年。但你和百姑娘，还有那个另外的好朋友，可能会有另一种缘分。别难过了。和你比起来，我这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过还是希望你可以释怀。我相信令兄泉下有知，他最想看到的，是你能愉快地度过你的人生。其实，我现在的生活虽然不是我当初想要的，可是没想到，我在宫中能遇见你，遇见我的知音，
这也算是一种完美吧。禀长公，马大人到。下官参见长公。马大人，不必多礼，请坐。谢长公。我知道马大人明天一早就要去山西赈灾，所以汪某呢，先祝你马到成功，早早回京复命。其实在下得此重任，全仰仗长公向皇上大力举荐，下官是铭记在心呐。铭记在心就不必了，最重要的是规矩。下官明白，只是长公所言1半米粮数目过大了，下官怕无法向皇上交代呀。其实这次去山西，路途遥远，地势险要，在运送米粮的路途上，可能有1半的粮车跌进山谷之中，也是平常之事。就算你要保护，也只能保住1半的物资。所以呢，就算皇上问起来，也不会太责难你的。长公英明。长公料事如神，连下官在途中遇到塌路崩地时都了然于心。那就全靠你了，马大人。长公放心。快点，快点！哎。啊，装好了，大手，来，快点啊！好，快！马大人，2000担米粮已经全部出入装车，请大人签收做事。祝马大人一路平安，早日赶到山西赈济灾民啊！好。哎，都装好了没有啊？装好了，好了，装好了，咱们就出发。是，撤。